乌克兰目前在乌东及库尔斯克处于两线作战的困境。为了扭转战场的不利形势，乌总统泽连斯基一直要求盟友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导弹，以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地区。但美国和英国对此发生分歧，英国可能单独松绑乌使用英国远程武器，而美国反对。俄罗斯则宣布扩军至150万人。 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消息说，俄军收复了库尔斯克州乌斯片诺夫卡和博尔基居民点。此外，过去一天，俄军在该州比亚霍沃等5个居民点方向击退乌军的5次进攻。 乌克兰军队上月攻入俄库尔斯克州后，一度打乱战场形势，但俄军对乌东地区的攻势并未停歇。俄军正在进逼乌克兰东部重镇波克罗夫斯克，也就是俄罗斯所称的红军城。这一地区是乌东枢纽，多条铁路和公路线交汇于此。拿下该地将给俄军在顿巴斯地区带来巨大战略优势，乌军则将失去补给。美国舆论形容乌军面临的挑战令人生畏。 上月以来，在俄军猛烈的攻势下，乌军战线几乎每天倒退超过1.6公里。目前，该地南部的乌军阵地已经全部暴露在俄军的威胁之下。有乌克兰国内舆论认为，泽连斯基调动部队越境攻击俄罗斯本土，是导致波克罗夫斯克防守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地一些重要据点已经被放弃，乌军当前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撤回库尔斯克方面的军队，这样有利于稳住战线，但等于对外承认库尔斯克攻势是彻底的资源浪费，会影响士气；要么就是维持现状，但这会导致乌克兰军队可能在2025年面临灾难性的后果。乌克兰这方面已经从某种程度上突入到俄罗斯的境内，那么另一方面，自己的东部地区其实也面临着俄罗斯的强大的压力，所以这种僵持的局面，首先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为了扭转战场的不利形势，泽连斯基一直催促北约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导弹，包括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英国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地区，来迫使俄罗斯加强国内防御。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长拉米于9月12号访问乌克兰，承诺紧急考虑乌方的要求，并允诺向乌克兰提供15亿美元的新援助。13号，英国首相斯塔默与美国总统拜登就此事进行讨论，但没有达成一致。英国方面表示，将在此后的联合国大会期间再次举行美英首脑会谈，继续讨论。但一些英国政客们坐不住了。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和另外5名英国前国防大臣敦促首相斯塔默，即便没有美国的支持，英国政府也应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13号表示，拜登对乌克兰武器使用范围进行限制的政策没有改变。实际上，俄乌冲突爆发至今，美英基本保持一致，但在是否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的问题上，两国出现了少有的分歧。英方认为应允许乌克兰具备攻击俄罗斯境内军用机场的能力，但美国则担心北约被卷入直接冲突。英国其实紧邻着欧洲大陆，那么其实传统上来讲，它在欧洲有自己的这个利益，那么和俄罗斯的从2战以来的一些关系上也是一直比较紧张的，它的意识形态呀，其实是要先于它的整个这个国家利益来考虑的。据内部人士透露，由于英国风暴鹰影导弹的部分零件是美国军火商制造的，因此使用这些导弹需要获得美国的批准。13号的美英首脑会谈联合公报没有提及这一点，但有白宫匿名官员透露，拜登很可能会同意斯塔默的要求。分析认为，目前拜登最在意的是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的选情，因此需要更多时间来评估舆论影响。那么在乌克兰这样的问题上，那么采取保守的但适当的给俄罗斯的一些压力，这样的措施其实对两党的候选人都是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选择。目前美国和英国都有长程导弹运送至乌克兰，包括英国制造的风暴鹰影导弹，射程约为250公里，以及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远程版本，射程超过300公里。美国军事智库战争研究所近日发布的报告称，俄境内的200多个已知军事和准军事目标都在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射程范围之内，但这2款武器目前都被禁止用于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分析称，风暴鹰影的成本高昂，且这种导弹通常与几个美国制造的军事系统一起使用。如果只放宽一项，对于乌克兰在俄境内的战术影响有限，局势升级的风险可能超过军事利益。值得一提的是，在北约的远程导弹运送至乌克兰后，美国情报称，至少16个位于这些导弹射程内的俄空军基地已经将飞机部署到了射程之外的基地。俄方对于美西方解除武器限制态度强硬。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近期对是否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讨论，只是美国在将自身介入乌克兰冲突正式化。他还说，美国专家和军人早在未获得所谓授权的情况下介入乌克兰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曾对此
此发出最强硬警告。他说，取消对乌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将大大改变冲突本质，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直接卷入与俄冲突。普京承诺将做出适当的回应，但没有说明具体的措施。实际上，俄方也正为战事进一步升级以及长期化做准备。普京16号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力量的编制人数增加至238.9万人，其中150万人是军事人员。总统令还责成俄罗斯政府通过联邦预算向国防部拨款。俄方上次扩军是去年底，这次比上次增加了18万军人编制。在扩军的同时，俄罗斯还对军区进行了调整。普京今年2月曾签署总统令，设立列宁格勒军区和莫斯科军区，替换原来的西部军区。这被视为对北约东扩的回应，以及抵御乌克兰方向的威胁。俄罗斯也在考虑到美国大选的这样情况，整个这个西方国内政治的一种变化，所以俄罗斯也不想太大的去刺激这样的一种美西方那种国内的政治因素，所以我们看到普京其实做事，包括他的外交部多次做出这样的声明但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回应或者一种这个威慑吧。那么我觉得这个美西方政府其实对此也是比较明了的。对于英国首相斯塔默与美国总统拜登商讨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武器，最终却无果而终这件事情，您作何解读呢？我认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英国首相斯塔默劝说拜登联手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武器，最终拜登不仅没有同意，反而让英国打消了这样的念头。拜登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因为其政治性格所决定了的，包括拜登以及围绕着他身边的那些老政客们，都因为长期从政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共同的政治性格，也就是喜欢玩阴的，或者说是喜欢进行深谋远虑的长远战略布局，但又极度厌恶风险，尤其是害怕破局、害怕战争。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年来，拜登政府在东海、南海、台海以及中东局势上玩的都是同样的套路。这一次，由于面对的对手是拥有足可以毁灭整个地球的核武器的俄罗斯，拜登就更加不敢造次了。其实我认为，假如拜登真的仅仅是想让乌克兰尽快赢得战争，或者说是尽快夺回备战领土，那向乌克兰提供精神远程打击武器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然而拜登最终并没有这样做，这也就再度证明了美国最终的战略目标仍然是利用这场战事来消耗俄罗斯，甚至像普京总统本人所说的那样，想要拖垮俄罗斯。而对于拜登政府来说，要达到这样一个战略目标，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在援助乌克兰武器上采取温水煮青蛙式的逐步升级做法，而不是一步到位。这样做既可以不断地提高俄罗斯对于西方援乌武器的耐受性，又不至于激怒俄罗斯掀翻桌子跟西方直接开战，尤其是打一场核战争。除此之外，我认为拜登这样做还有着眼于美国国内政局的考量，也就是不想在当前民主党选战形势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影响了哈里斯的选情。因为特朗普一直认为援助乌克兰会导致战争升级，给美国带来风险。假如因为援助乌克兰远程打击武器而让特朗普的预言成真，那就有可能会逆转哈里斯的选情。那拜登政府拒绝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武器，对接下来的俄乌冲突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在前面反复讲到了，拜登政府的最终目的是要利用俄乌之间的这场战事，来最终缓慢地消耗俄罗斯，甚至是拖垮俄罗斯。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第一，拜登政府不会让乌克兰利用西方武器来快速地赢得胜利；第二，拜登政府也绝对不会让乌克兰失败。假如失败了，那美国的阴谋就无法得逞。第三，拜登政府会通过军援的方式，让乌克兰在战场上逐步占据优势。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推断出，拜登政府拒绝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武器，实际上也就说明，美方不仅认为当前乌克兰在战场上并没有处于劣势，更没有出现崩盘式的现象，而且战场态势是在按照美方所设计的方向和进程在走。换句话说，美方认为一切尽在掌握当中，
它完全符合消耗战的特征。同时，拜登政府拒绝向乌克兰援助远程打击武器，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美方已经向乌克兰下达了一个新的指令，那就是要让乌克兰稍安勿躁，将这场消耗俄罗斯的战争继续拖下去。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为了完成美国消耗甚至是拖垮俄罗斯的战略目标，乌克兰还将会继续付出巨大的牺牲，尤其是要被消耗掉更多乌克兰年轻人的生命。而对于乌克兰，尤其是泽连斯基总统来说，他们最想消耗的只是西方援助的武器，而不是乌克兰年轻人的生命。因此可以预料，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对美国的不满和怨恨将会进一步加深。只不过由于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为了继续得到美国的武器，乌克兰只会敢怒不敢言。当然了，为了稍微缓解乌克兰的怨气，美欧也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常规武器的援助力度。除此之外，不排除美英两国最终会玩一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游戏，也就是由英国来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武器，而美国按兵不动。这样做既可以达到用英国提供的远程武器去打击俄罗斯的目的，又不至于让俄罗斯彻底掀桌子。同时，美国还可以为英国的行为作证与保驾护航。普京总统曾经放出狠话称，如果美国和北约国家允许乌克兰使用他们的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将被视为俄罗斯与北约的战争。那对此您又怎么看？我认为，普京总统之所以对西方国家发出强硬的警告，这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和顾虑。大家知道，由于北约在背后大力援助，俄罗斯面对乌克兰的时候，在武器性能方面已经不具备优势，尤其是在精确制导武器方面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之所以还能够将这场消耗战继续打下去，它的底气主要来自于这么4个方面：一是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总量要远远超过乌克兰；二是人口基数，尤其是军事人员的数量要数倍于乌克兰；三是常规火药，尤其火炮的数量是乌克兰的至少3至5倍。这3个因素是俄罗斯经得起消耗也不怕消耗的主要原因。第四，这是因为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广大，尤其是从西到东的国土距离非常宽广，这就让俄罗斯具备了难得的战略纵深优势。这一战略纵深优势使得俄罗斯可以轻松地打击乌克兰的全境，而乌克兰则对俄罗斯东部，尤其是西伯利亚地区鞭长莫及。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为了躲避乌克兰无人机以及英国援助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和美国援助的海马斯火箭炮的袭击，俄罗斯已经将90%的飞机从靠近俄乌边境的机场转移到了乌克兰无人机、风暴阴影和海马斯够不着的地方。但是，假如西方再向乌克兰提供远程精确打击武器，那也就意味着俄罗斯拥有的最为重要的国土战略纵深优势将不复存在，俄军所有的机场和中远程导弹设施都将处于乌军的威慑之下。这就是普京总统认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将会改变这场战争本质，以及是属于战争升级行为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在向北约画出新的红线的时候，并没有像过去那样搬出俄罗斯的超级大杀器，也就是核威慑，反而是刻意避开了核威慑，说俄罗斯将会使用除核武器以外的一切手段来进行报复。而在此前，当乌军攻入库尔斯克的时候，俄罗斯也没有将其定性为侵略，而是仅仅定性为恐怖袭击，以避免不得不依法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尴尬。我们暂时还不知道，这究竟是因为俄方终于意识到了核战争打不得，核武器用不得，还是因为核威慑的边际效应已经递减了。这对于人类安全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意味着未来俄罗斯将不得不以常规武器和通过常规战争继续跟乌克兰消耗下去。